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几位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让我们赶紧了解一下。来，请开门，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27岁，来自河北，私营业主；郭女士27岁，来自河北，私营业主。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忒强势，啥事儿都得听他的。他就是个妈宝男，他就多余娶这个媳妇儿。感情中的地位平等吗？不平等，我天天中间当牛做马，一点家庭地位我都没有。不平等，我就像养了个大儿子，儿大还不中用。你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别动不动的拆家，有话好好说中呗。别没事总往你妈家跑，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哎呀，这就是你老公说的呀，才2年哈，就矛盾挺多哈。谁先来说一说呀？我先说吧。好，你说。我们两个呢，就是在一起已经5年了。虽然说刚结婚2年，但是我发现他就是个妈宝男，我在他心里一点儿都没有地位。那咱先说结婚这事儿吧，结婚顺利不？不顺利。怎么不顺利了？一开始肯定要先说彩礼啊，我们俩就商量好了，那就是给10万块钱。结果呢，快办婚礼的时候，我问他，我说那彩礼咋还没到我手呢？他说他结婚之前，他妈把10万块钱写在他名下了，还给他存了个3年死期。那你这不逗笑？那咱俩都结婚了，这彩礼到你手跟到我手不都一样吗？那不一样，那这也不叫给，这不就防着我吗？那到后来是不是我这利息也没要，我把这钱取出来了给你了，是不是？但你有这个行为，他就不对。他主要是态度的问题。我不是说想要这10万块钱，他主要是要这个态度啊。那你们家从一开始结婚头都防着我，这钱最后是给我了，但是在我兜他都没有捂热乎，刚进我这个口袋又从右手给我要回去了，没有半拉月给我打电话，那意思我们俩结婚之前开的那个车他不忒喜欢了，他那意思能不能就是说在结婚一头再换一辆？我说那你都换呢，他不中，他那意思因为娶我嘛，家花的钱太多了，没有啥钱了，他看上了一辆20万的车，那就是说让我把我这10万的彩礼再给他掏出来，加一起他去买这个车。那里外里他这个钱就是在我手，他们家都是不放心呗，都点着给要回去，都是想着法的，都是想法给我要回去。那不对呀，当时这车是不是花了20万？你掏了10万彩礼钱，我妈又掏了10万，这车到最后不是写的你的名吗？那里外里是不是我妈相当于给了你20万彩礼？那最后我里外里我相当于1分钱彩礼我也没闹着，这不还落一车吗？不落一车吗？对对对，车是他开呀。我有副驾驶的那个坐着的权利，我没有开的权利。反正他们家在这个结婚彩礼啊、婚前这些财务上防着你，对，态度不够端正，态度不够端正。他这事儿还不算最过分的，这我还可以理解他们是吧？后来呢？那你结婚得有房吧？是得买房啊。那你说谁们家结婚没个窝呀？那我都跟他讲啊，我说那咱俩结婚得有房，要不然住哪儿啊？结果他妈跟他说了，让我们先租房子结，说现在买房子太贵了，说过2年都跟上市场买白菜一样，白菜价那房子没必要买。不是他说的那种情况，是我们家拆迁然后分3套房子，只不过这房子没下来呢。那也不是不给你买房啊，那不是有房吗？结婚一头都跟我说，结完婚有半年咱们都能装修住进去了，咱们都顶多租半年的房子。现在我俩结婚2年了，这个房子我连1欧都没瞅着呢，哪儿去了？那你们就一直租房了？没有，那不是后来确实是给我买了。是吗？到最后是不是给你买了把这楼写在他爸面，那这不还是防着我呢吗？里外里。当时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啊，我爸他突然也没告诉你，看完楼以后我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啊，那都写的我爸名啊。当时不是超市买房吗？他那天故意没请假，他上班去了。那当天那你说买房给钱，那都只能写他爸名，他爸他妈我们3个，那肯定不能写我名啊。就这么着写在他爸名。这个房子买完以后，刚买完就是今天，打比方今天刚交完全款，第2天他妈都跟我讲，说现在这个房子吧，以后肯定不值钱了。你们俩结完婚以后，把这房子卖了不就行了吗？咱们就相当于结婚，也有房子了，然后过了之后也不赔钱。当时都跟他说了，别买，赔钱，他不听，他都拿我们家钱不当钱。那谁们家结婚不买房啊？那我都知道这房子一定跌，那没房子哪能跟你结婚呢？
但凡他们家有一套房子，我跟他父母住是吧？一起从那儿结婚，再租房子去也行。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没有房子的状态，都是在租房子结婚。啊，拆迁能拆出来几套啊？3套，我爸我妈一套，我一套，我姐一套。这不挺合理的吗？啊，那不得等啊！你看，说到现在，他都一直听他妈的吧，他妈说啥是啥吧，他妈那儿给他下达一个指令，到我这儿都得执行。到结婚那天了，我们家亲戚都走了，下午我回那个婚房，我推开门一看，裹的那个包，就是新娘裹的一些衣服啊，裹的那些婚包拿过去的，他们给我扔的到处都是，然后小孩穿着鞋都在上面踩。那不是我们那块南方那块习俗吗？说明那包翻的越乱，咱俩以后日子过得越旺。那到你这儿咋的成问题了呢？我不这么理解。当时是啥呢？他们家亲戚看见我进来了，就起高音说了一句：“谁也不行帮他收拾啊，都让他自个儿收拾。”那这不都是结婚当天给新媳妇一个下马威吗？然后你再给你妈打电话，哭哈的给你妈打电话，咱们本来晚上要跟我朋友他们一块吃饭，还没下车呢，你再给你妈打电话说妈，他们欺负我，呜哇的跟你哭着，你大结婚的，你这不找茬呢吗？我琢磨着么，问问是吧？这事儿咋办？他都不乐意了，不乐意了。我们到那个饭店那儿，他都给他妈也打电话了，那意思我媳妇儿给他妈打电话了，说妈呀，赶紧的找哪个亲戚说的，给招呼来是吧？给他道个歉。那这不都赌着气吗？那哪有说给他爹妈给亲戚都招呼来了，给我道歉？长辈能说能给小辈道歉？那后来这饭吃了没？没吃。没吃。还就真没吃。没吃。没吃。结婚那天打到12点吧，差不多。就这点事儿一直打，人家洞房花烛夜，你们俩是打到后半夜。对，打到后半夜还不算晚。我顺气儿了，这事儿我都说那都过去了。那你说人一辈子都结这一回婚，也不能总因为这点事儿闹啊。他上劲儿了，他跟我说啥呀？第二天不得回门吗？让我自己去，他不去了，他爸肯定不愿意呀，就拿那个皮鞭子给他打半天，他就是还是不跟我回门。真打呀？真打。回门了没？对了。但是我也不是因为我爸打的，而是后来因为我消气了。他爸打他的时候，我替他拦了一把，给我胳膊也打肿了。他都琢磨着给我个面子呗。你俩真是事儿不嫌大哈，基本都3天一小打，5天一大打。那这婚也不就结了吗？结了之后就没好好过吗？咱气儿还没顺。没有，结婚只是一个开始。一个男人只装到结婚，他后边他都不装了，他就放飞他的本性了。那结完婚以后。当时我们俩拿那个钱买的那个车，那不是正常开着呢。逢年过节只要开这个车，不好撞对儿，就出车祸是吧？对对对。然后他妈都私下跟他说了，那意思让过个户，他都回来都跟我说了，那都得立即执行。我说那既然过户，那都过给我爸不都中了吗？那也换车牌子了，咱俩还接着开咱俩的是吧？那为啥要过给你爸？你把这户过给我，然后不也可以换个车牌子？这车不是我的吗？过给你爸也不行。后来不说了吗？让你把车埋了，不也中吗？他妈又想个好招，那意思，那咱们既然不过户了，是吧？咱们都卖了。我都去问了，我说这车现在卖多少钱呢？那不是撞了吗？只能卖10万。我都问他，我说妈，那咱们这个钱赔了10万，那算谁赔的呀？那也不能说是我彩礼钱给我喷去了。我这么想合理吧？也不合理呀。那本身我妈一开始都给的你10万彩礼，然后这车当时值20万，现在卖完剩10万块钱，里外里这10万块钱不还是你手吗？咋相当于你赔了呢？那谁们家换车不往好换呢？因为这车赔了，那你不应该给我补上？我给你补上，那这20万彩礼咱俩花没了，我妈是不是还得给咱俩补上这20万彩礼，供着咱俩花呀？你俩就没点志气，咱自己攒个10万。哎呀，行了，那车过户了没呀？没有，都这么撂着了。开不开了？开。那你们自己过日子呢？婚后过日子怎么样过的？更不好，也不好，没有一天顺心的，天天打。啊，是咋的呀？我们不是搞对象的时候，他又给我做饭，又给我收拾屋，没事还给我洗脚。你说这好老爷们不好？结完婚以后啥也不干了，衣裳也不洗，碗也不刷，饭更是不给我揍了，都放飞自我了，都问都是不会。我说那你之前咋干的？现在忘了咋干了。有一回我回我妈家，我多住了2天，我再一回来，我一进去，他把那脏衣裳都扔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我再往里一走呢，厨房里头他吃泡面打的那个鸡蛋，他都扔那个水池子里头，那玩意儿都发毛了，臭去呢。都是这活得留着给我干，娶媳妇了，媳妇花10万娶来了嘛，得给他们家干活去。我感觉结完婚这事儿，这点活计都应该女的干，理所应当的事。行，听明白了，不干活，
那后来我都给他出了个招儿，他也不愿意做饭，我也不愿意做饭，他也不愿意收拾屋，我都逮着他上我们家吃饭去，然后他也不乐意，不愿意上我们家吃饭去。说到上他们家吃饭去啊，那1个月30天，逮着我去28天，那你说上班还有4天休息呢？他天天带着我去。有一天我们2个都是我朋友找我去吃饭，提前约好了的。那完了，他妈做的那个凉汤，招呼我俩回去吃。他那意思，那我妈做饭了，那咱们都不可以出去吃去了，咱俩得上我妈那儿去。那我肯定不愿意呀，这都开始打。那你自己这个以后做饭，自个儿在自己家吃不就行了？是吗？他做的饭我不吃，他也不好吃。那你做，他还不做，我还懒得做。就是媳妇儿做的不好吃，就得回妈家吃，回妈家吃还得带着媳妇儿去吃。还不用刷碗了，还不用做饭了，多好啊，省时啊！哎呀妈呀，这啃老他啃的。回他们家，他肯定舒坦呢。那是我在那儿坐着，我不舒坦呢。我没听说，都是儿媳妇跟婆婆，她都是没矛盾。他坐那儿，他待着也不舒坦。那换换菜谱呢？这都是借口。他就是啥呢？没断奶呢，他就是喜欢跟他妈待着。过年的时候，就给我的情绪压抑到有多劲儿大。就是我们2家离得比较远嘛，有30公里，中间有一个交界处。我只要一到那块儿，我都想哭。我都一想，我都每天我都要琢磨啥呢？我明天我得想着啥法我不去我婆婆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我对象不向着我，他想去。你就别回去找老娘了，和新娘在一起吃呗。那法使的可多了。是有一回大早起的，我妈说问我吃啥，我说吃啥，我都招呼她，我说走了，咱俩一块上我们家吃饭去。她说我不去，然后我说你要不去了，那我就去了。她不光她不去，她还不让我去。我说那我妈饭都给我做好了，你也不做饭，那咱俩都去呗。她都突然我妈给我燃的一盆牛肉干，她都突然把那牛肉干全都给让了，全都给摔了，整的满屋子屋地，连天花板上都是。我这都有证据，不信你们看那啥，我有视频有证据的。就是那锅牛肉干对，那锅牛肉干整的板凳啥的全摔了。你说家养个哈士奇似的，也不能给家造这么磨叽吧？一不顺他心，他都摔东西开始。这又是为啥摔了？这回还贴着大红喜字呢，家里就一片狼藉了。因为我盘串，我感觉是一件特别理所应当的事啊。雷老师天天也盘，我现在胆儿了还装，那他都不行。他说他这事，他听着他都烦躁，然后他抢我手串，有时候给我咧了，要不然他是把这手串太了，跟我提要求。哎呀，你给我捏会儿脚，你给我干点什么活计啊？完了，我把这串给你，给我提特别多无理的要求。我要不满足他，他都把这手串给我别盘串了，盘脚。对，不盘串了，盘脚。因为盘串也砸家。对，因为我没给他嘛，他抢我没抢过去，然后他就突然发疯似的。我听不了这样的事，我从小就这样，也不是说针对他，就小时候我小弟有鼻炎，他就是也咳嗽呀，咳不咳嗽喘的，我听着这个声我起鸡皮疙瘩，我还跟他说了，我说别当着我盘，他晚上睡觉在我耳朵跟前他开始转上来，他不听我的，我让他别盘就别盘了呗，那不中。就是你是不是觉得他啥都不听你的呀？他啥都不听我的，都听他妈的。那我啥都不听你的，那到后来是不是你为了不去我们家，提出一个意见，说咱俩去市区开个店，开个米粉店，然后我都听他的了，跟他去了。当时说好了的，开这店我俩啥伙计都一块儿走，但是实际上这店开起来了，他让我8点去，然后他11点到那块儿，然后到那块儿吧，等饭点过了2点，他每天都嚷着又要走。实际上他开这店根本都不是为了让我俩赚钱，都是谁把都省得上我们家成天报道去了，省得去了。通明白这招，这是我特意想了好几天想出来的。不是，那你为什么他8点上班，你11点才去一块儿开店呢？当时糊弄他的，我就是想把这个事儿避开他们家。我看这米粉店开的咋样？现在没开了，刚兑出去。明白，赔了吗？赔了，赔的是我妈的钱，而不是他。当时你看，不实实在在，当时这店说是需要5万块钱，你从你妈那儿的嫁妆拿过来了，投资了5万块钱，然后中途这店经营的不是特别好，你妈都不再给这店投资了，然后我妈又给咱们了3万块钱，是不是？到最后人这店兑出去的，你把你妈那5万块钱给上来，是不是里外里又搭了我妈3万块钱？你总说我妈不出钱的。他永远都是替他们一家子考虑，啥叫赔了他们家的那个钱呢？我说了，后人以后会还的。当时是啥呀？这个店他确实是不挣钱，他也不好好盯着。我感觉我挺好好盯着，那时候我都发烧了，那都39度了。我输完液，我自个儿搁那一盯到晚上12点。他呢，还跑着玩去，他也不搁这看着。我也不是出去跑着玩去了，那我不是拉着我朋友他们出一趟门，他们来回给我1000块钱报酬吗？
再说我没非得让你发着烧上那儿盯着点儿去。那以前你好着的时候，你不也没8点跟我一块儿上点儿吗？咱也不彼此埋怨了哈，这反正店儿关了呗，赔钱也没赔你们自个儿挣的钱哈。那现在呢？这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生活？后来我俩都回我们家了吗？我俩不现在已经结婚2年了吗？后来我妈说咋不摇个孩子？后来我都跟她说，我说咱俩摇个孩子吧。她跟我说将来孩子户口上哪儿啊？我说那肯定跟着男方啊。后来紧接着她说那不行，那得跟着我们那块儿。我说哪有户口跟女方的？为啥呢？因为他们那边是县城，他教育资源他不是特别的好，他们那边的小学都不是很好。我们这边有学区房，以后这个孩子直接都在市里的最好的学校上小，那这不是为孩子好吗？只是户口上在你这儿哈，姓儿还是跟他姓儿是吧？对，你们是因为这个户口的事儿，就一直现在还没有备孕是吧？没备孕呢，她这整天喝酒，整天跟她闺蜜喝酒，她现在都跟我分屋睡了，她还嫌我胖。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怎么不嫌她胖啊？我谈恋爱的时候他不长这样，现在换人了。你不是才结婚2年吗？刚在一起的时候他长老帅了，我就看上他的颜值了。结果现在呢，胖60斤。不信你看看我俩以前的那个照片，这是一人。哎呀，不一样了。这是他。结完婚以后换了一个。这是他？你确定这是他？是他。不是那女的是你。你好像也胖点，我长得胖，不一样吗？他不胖，他说我胖了60斤，他也胖了30斤呢。他光说我光让我减肥，那他也不减肥，他这不是双标吗？我不觉着我胖，那我觉着我也不胖，我感觉我也正常。哎呀，行吧啊，这都不算太胖啊，但是健康还是很重要哈。我这和稀泥，哎，这个生孩子这个事儿，你们2个自己想要吗？别光说爸爸妈妈，不想。为啥？矛盾都没有解决呀。生完孩子了以后。那孩子不也跟着我受苦吗？现在上他们家吃饭去这事儿，都这么多年了，都得5年了，一天也没给我解决过。我俩本来说因为这户口要孩子的事儿，然后他故意不要跟我分屋住，然后他每天晚上还出去喝酒。我感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闺蜜从中间挑事儿。人家从来都没跟我说不让我俩好啊，或者是出点损招啊，人一直都是劝我俩好好过日子。我以前啊，我们俩没结婚一头，我也知啊。我也不是说金龟儿的不要孩子，我出去喝酒去，我只不过是我发愁啊，我没法。那你都能出去跟朋友喝酒去，那我因为你，我所有朋友基本上给我端的都差不多少了。那我要跟朋友想出去吃饭的时候，都必须带着他，不带着他，他都不让我去。那你也阻止他跟他闺蜜来吧？我阻止不了啊，因为这事儿我阻止他。有一回我给他打电话，他看视频，他也不接，给他发消息，然后他也不好好回，都敷衍了事的。我问你干啥去了？他说跟他闺蜜出去打麻将去了。那你回来，然后他也不回我微信，不回我微信，我都说我给你多长时间，我从家等着你，你赶紧回来。你要不回来，咱俩研究就别过了。啊，我都随他愿了吗？不过了。然后我俩都把这个财产清算了一下子，我都跟着他上民政局了，办手续去了。办了，现在属于冷静期30天。啊，你们已经办了手续了？办了。所以老师们，我们任务很重啊！这次调解不好，回去可能真就过不下去了。咱先听听你们俩。其实吧，因为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婚姻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我身上发现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肯定受不了。反正我觉得吧，我的女朋友已经够强势了，我没想到这位姐姐还比我女朋友更强势一点。反正我肯定选择，我也接受不了。这俩小年轻该怎么办呀？老师没给出招吧？哈，其实是你们从一开始选择就是错的，对吧？你一开始选择是靠的是颜值嘛。但是如果你们想继续下去的话，那你就各自要为各自的选择这个结果要承担呀。到现在你们为什么不生孩子？其实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对未来不确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点是你们对这个恋爱和婚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认识不深刻。你们从一开始从恋爱到这个婚姻，意味着你们从情感关系步入了婚姻法律关系。你恋爱中的话，我只要选择喜欢就行。但是你结婚不是，结婚了你有了权利，有了义务，有了责任。你比如说对家里的做饭、洗衣、做家务，这个双方都得要改变，都要共同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是这样，你现在对婚姻要有个认知，它和恋爱完全不同。婚姻往往它是不完美的，我们应该是在不完美中寻找幸福的真谛。第三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你首先还是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这个家庭你一定是顶梁柱，你一定要和你这个母亲和你家庭现在剥离开，
观念上、认识上、经济上剥离开。你现在创业还用你父母的钱，你这个创业一定是失败的，你肯定不会珍惜。还有的话，我建议女方啊，脾气控制一下，遇到一点事又不是多大的事，你弄得一片狼藉，脾气控制一下，双方都认真考虑一下吧。但是我觉得你们如果没有一个本质性的改变的话，可能这个冷静期经不起考验。我问一下啊，你觉得两口子在家吃饭难，还是两口子养一孩子难？养孩子难吧？你们连顿饭都搞不定，你居然想养孩子？你放过那孩子吧！生完了可以吃完了上我妈那儿吃去，不也一样吗？你们除了让你妈给你们负责饭，让你妈给你买车，负责彩礼，替你买房，替你养孩子之外，你还想让你妈替你干嘛？不用。替你养老，替你送终吗？不用。所以你也让咱妈轻省轻省，这孩子先别生了吧。我感觉这是件合理的事儿，我没感觉出来。行嘞，就是我也没惦着替别人的命运负责。您的妈妈把您培养成现在这个状态，我相信她以后面对什么，她也不无辜。我问一下二位啊，你们彼此认识了5年，婚姻2年，你们人生当中最精彩的5年啊，从22岁到27岁，二位，咱能学着点什么？咱能得着点什么吗？啥也没得到。以后在面对新的选择的时候，还挑理儿吗？那肯定还得这事儿该咋弄咋弄，我肯定还认这个理儿。好嘞。然后我问一下小杨啊，将来再有选择的时候，咱们能不能顾及一下妻子的感受？就是不管那个时候你身边站的人是谁，好，难吃，我在家跟你吃，我让你找着一做妻子的感觉，我就咬紧牙关不去爸爸妈妈那儿吃了。能这样做是吧？过去最宝贵的5年青春啊，希望二位能从彼此的身上有成长，咱得有点反思，咱们下回能做的稍微不一样。但说实话，你俩妻子不像妻子的样，丈夫不像丈夫的样，俩小孩在这儿过家家呢，特别自私自我，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为自己的小家庭着想，为我们俩共同的未来的幸福生活，甚至将来我们的宝宝去做任何的努力，没有。俩小朋友，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哈，就真的你妈把你养残了。一个女人嫁给你是嫁给你吧，是嫁给你妈了啊！每天吃饭要跟你妈吃，自己生的孩子给你妈看，自己住的房子你妈出钱，她跟你过还跟你妈过呢？直接认个干闺女不就得了吗？还大言不惭，那对我生了孩子不就我妈看吗？生而为人，自己不创造自己的生活，那你还配拥有自己的生活吗？最适合你的方式就是你回到家给你妈养老送终，伺候你妈老年生活，你就不配有媳妇儿还生孩子。这女孩我跟你讲啊，你思想也不独立，你也是吃拿卡要。你看你大言不惭的说我结婚你不给我彩礼能行吗？你不给我房行吗？我拿到房我赔了就赔了，怎么着呢？我还得拿你们老人家的钱去创业，为了就是让我老公能回家。你用的所有的方法不是靠你自己，都是还靠老人。你也做一个妻子做的不咋样啊，哪有点过日子的样啊？一不高兴就把家砸了呀，大不了不过呗，你不也这样想法吗？我真的觉得哈，您二位过成这样，那不如别过了。如果还想要有自己的人生、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家庭，那先从自己独立做起。女生你也就别考虑他回家这事儿了啊，把你自己该工作、该赚的钱、该自己过好的日子去努力过好吧。我是不看好你们这小日子啊，如果不成长，还过什么过呀？这祸害老人属于。好的婚姻是齐心协力，不是相互内耗。我在你们2个人身上看到的典型状态是什么？就是外归因，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都觉得是其他的问题。试着内归因一下，反观一下自身。比如说，当时想让他跟他的原本的家庭界限更清晰一些，你做到了，他也同意了，去开了米粉店，你们去创业了。但是从刚才我们的了解来看，男方在创业的时候，他是有在兢兢业业、在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在你这儿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去的也晚，理由是你也不用我干，那我去干嘛呀？首先我不知道哪来的这么理直气壮，
因为创业嘛，两个人两口子夫妻店，那就是需要相互搀扶、彼此扶持的，共同去把这个事儿做好的。我换一句话来说，有没有可能你们两个人这个店干好了，他也真的跟家里面断了，你们两个的矛盾也更少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那问题在哪儿呢？是不是在于也是有自己一部分原因，确实是自己可能有所疏忽。他如果在你身上看到两个人这个小家可以自食其力，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好，他也不希望给家里添麻烦。然后还有啊，男方这儿给个小建议，咱可以从小事做一些改变。比如说，你看他不是不做饭，如果在他每次做饭的时候能够去表达出，哎，今天这个菜比上次更有味道了，简单的说这么几句，你信不信女方接下来她还会更愿意去做？都从小事改变，从小事做起，不要外归因，多内归因，想一想该怎么做可以更好。谢谢西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我们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西大，关注，然后呢，别忘了啊，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会获得我们的粉丝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现在冷静期，刚才我听女生说，就财产那些都已经算好了，是吧？是的。那有什么没算好呢？这5年浪费的时光。浪费的时光。那你呢？有什么舍不得吗？那张照片，你们俩的合影，你们俩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都没了吗？我分明看到2点：女生以前不会做饭吧？不会。学做饭了。而且女生说，你得吃我做的饭，这是女生对你的爱。男生以前去创过业吗？起过那么早吗？没有。其实你们就像2个孩子，都在为同样一件事去做过努力，但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耐心，缺的是你们2个孩子之间的鼓励。你们太多的惩罚了，太多的争夺了。毋庸置疑啊，男生就像一个提线的木偶，女生性格是火药桶，一点就着。你们都是做过努力的，但努力的方向都错了。你努力的在跟他的母亲在争夺，在斗法，你好像是看到问题所在了，但你只是在抢夺。男生呢，你看到女生的努力，但你也做了退让，做饭不好吃，那回我们家吃。其实你本性都是想把这日子过好。5年的时光，我们不学到点什么就撤了，那你们还会再都耽误5年，还有15天是吧？对。每天给自己提一门课题去想，如果我们现在结束，我们是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做一个加减法，最后如果还能留下一点说，我们再试一试，至少我们不留遗憾，那就一起商量商量，聊聊下一步我们的对策是什么。老师们的观点你们参考啊，还是更重要的看看我们从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要什么，这个婚姻还要不要继续？好吧，你们俩先坐下来休息休息，思考一下，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哈。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杜22岁，来自重庆待业；小孙28岁，来自黑龙江办公室职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个巨婴，没有一点上进心，凡事都要我来操心。他太强势了，我妈都没这么管过我。如何评价对方？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得埋怨着我。他就是个事儿妈，恨不得把我拴裤腰带上。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是什么？给我点自由吧，现在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别总跟我唱反调，多给我点安全感。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反正是感情谈的不顺利，谁先来讲一讲？我来讲吧。好，我们是在坐高铁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我一直在天津工作，他之前在北京上学。
然后在高顶上加了微信，后来聊的就挺投机的，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吧。刚开始的1年，他上学的时候感情都还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感情急转直下是从他毕业之后来天津跟我一块生活才开始出现问题的。他毕业1年一直都没有找工作，天天在家待着。那你在家待着就待着呗，天天打游戏，一整到半夜2、3点。你不休息，你别影响我呀！我第2天还要上班呢，吵得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打游戏的时候，我在客厅打，我声音也关了，他就觉得我不睡觉，然后就挑我刺儿。他自己觉得没有声，其实打游戏的时候人投入进去，他是会发出声音，偶尔就和队友叫，他自己都没感觉到，吵得我根本睡不好。第2天上班就是迟到。好，那你打游戏，你在家闲着是吧？你在家待着，你是不是管家里做家务？我有一次连续加班1周，我好不容易到周末了，放假了。我到家一看，我俩养了只猫，猫砂盆里都堆成山了。我走之前什么样，那还是我走之前铲着，我感觉它就没弄过。我每次都收过了，那猫它那一天它拉多少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它就觉得我那1周都没有收拾。那桌上我那一天就吃的多，那桌上放那么多外卖盒，它就觉得我也是那1周没收拾。那我收拾的时候看不见，它回来就抓住我没有收拾那个时间段来挑我。他说了，你赶紧收不就完了吗？我收了呀，但是他就总是每次都一定就要挑着我，他就一定要让我把所有的事儿，就在他没有给我说出来、没有教育我之前，就我一定要做好。没有教育你之前，他经常教育你吗？对，他经常教育。我觉得我管着他，我就快成他妈了，我快成他第2个妈了。我觉得我20多岁就当上妈了，现在就是养个大儿子的感觉。你还教育他啥了？啊，你就比如说吧，你在家待着，天天捧着那个手机刷视频。他那个上面会给你推荐可能认识的人，我正好刷到一个人，我一点看是他小号。他有一次喝多了，那手机叮了咣啷响，我说我看一眼是不是有谁有急事找他。我这一看吓我一跳，天天和7、8个异性分享视频、分享日常呢。那我当时就确实跟别人就普通网友，我们俩也没见过面，我们几个我们就刷有趣的视频，我们就分享一下。而且我不止给异性分享视频，我还有同性的朋友，我们都一起分享视频呢。我给你发你怎么不理我？你怎么不给我发呢？那我给你发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的？你就觉得啊，这些视频你分享给我有什么用呢？这些就是骗你这种傻子，博眼球、博流量，就你这种傻子会看。他就说我天天躺在家里面，你就会刷这些视频。就是啊，那你为啥天天躺在家里头呀？你们俩对吧？后来我说你在家这么闲着不是个法儿，你得出去找工作。对。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兴致勃勃过来找我来了，跟我说，我想创业，开宠物店。宠物店咱家猫那猫砂盆都，你还要开宠物店？他就说他馋，他强词夺理非常厉害。然后我说好啊，开宠物店，那让你说说你想法吧。然后把那想法规划说的都可好了。最后给我来一句啥？我现在就差点启动资金，找你妈要去。你跟我说什么？他说我妈不管我，我真就差点钱。然后我当时想，那个时候我俩已经在一起1年多，感情挺稳定的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上班大概快4年了，我手头攒了也不多，就攒了5、6万块钱。我说好，我只能给你拿5万块钱。我一点都没想到，我这5万块钱给到他之后，这个店儿从选址、装修、选品、开业，基本全是我一个人在操心，他什么都没管。我既上着班，我还得管着这个店。我哪有没操心了？选址咱俩一块儿去选的，然后装修公司我都给别人定好了那些东西啊，怎么安装什么柜子放哪儿，然后我就选好定好了，然后我说带你去看，然后你就觉得啊，这地砖这个颜色不行，然后那个墙上挂这个东西也不行，挂那个东西也不行。我想着那行，你提了意见，那你决定一下吧。然后他就觉得我啥也没管，啥也没干。一共花了多少钱？那个时候从装修完大概就得花了3万多，快花完了已经。因为当时那个店目前还正常营业吗？就开了3个月，就开3个月，因为那个店开到第3个月，我就交了3个月房租。我说这店开不下去了，我没有钱再给你接着投这个店了，现在就是赔钱的状态。但是我当时想的呀，那3个月过后，我觉得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你去找客户呀，对呀，你去努力赚钱吧。他没找。我每次因为我平常要上班，我周一到周五上班，我每次下班我就操心这店，我还要去店里看。我到那店里，他就在那儿还是打游戏刷视频。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没有客人，我不在这儿，我不玩手机干啥？我在这儿干坐着吗？我说没有客人，你出去揽客呀，你发传单。那确实是那样，我当时没客人，我确实在那儿啊。你说我没揽客人，你上班的时候你看不见我出去找其他客人呢。你出去那会儿大家都上班呢，现在人家下班了，正好是一下班高峰，有人流了，你就应该去阻挡式的去做营销。反正整体来看，你的投资人对你的创业很不满意，对我不满意，也终止了投资，再加上投资人也没钱了啊。对我兜里没钱了，因为我俩的生活起居、租房、吃住全是我一个人的开销，他没有工作，他没有工资啊。
现在一共有多长时间没上班了？就多久没赚钱了？1年多的时间，他基本都没怎么赚过钱吧。那现在就是宠物店关了以后呢？宠物店关了以后，当时我正好我单位面临一个机会，就是我能外出学习半个月，然后回来我就能升职加薪。本来当时经济状况就不好，我肯定要去。去了之后，我一推开家门，他给我个大惊喜，他搁那跟女生连麦打游戏呢。那边叫着小哥哥，这边叫着宝宝，俩人那叫一个亲密。我说你别打了，赶紧关了。他还跟我不乐意了。我也跟你解释过的呀。那我们打游戏都5个人开麦，他叫小哥哥，我叫宝宝，我一定叫的是他吗？他一定叫的是我吗？他这是在这硬扯呢，在这胡扯呢。因为我俩当时吵起来了，我就抢他手机，我就看他那个聊天置顶列表里有一个人就叫宝宝，那头像根本就不是我。那个手机上别人那网名就叫宝宝，没给他改过备注。这我能相信。那我给他看了呀，他还是不信，他就觉得我一定跟那女的有啥关系。不，这个还不够锤死他，还有更那什么的。我俩手机里有共享相册，就是那个相册，就是拍完照片他就会传到这，他可能自己都忘了这回事了。他和那个女生出去线下见面了，他们出去吃饭打卡，甚至还拍了合照，传到我俩的共享相册里去了。我们是5个人出去的，我们打游戏都是那5个人出去的。几个男的，几个女的？3个男的，1个女的，加上我4个男的。他这个问题在我眼里已经是原则性问题，已经是出轨了。那你还跟他好？你都认为他有对呀，这样？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好啊，你人心不在我这儿是吧？咱俩现在分手，我要求你把钱还我。其实我当时就是生气，我要你付出点啥。之后他跟我耍无赖，他说我没钱，你跟我妈要去。我说好，我当时更来气了。就是如果说我平静状态下，我可能不会给他妈打电话，但是当时我也在气头上，我说行，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结果我跟他妈说完这事之后，他妈给我来句什么？你俩事儿我管不着，不是你自愿借给他钱的吗？你俩自己解决去。他就觉得我妈没跟他当回事儿，因为我想着我从小到大，我爸妈都没把我当回事儿。不，他说这个我一点都不认可，我不认为他爸他妈不把他当回事儿。当初他刚毕业的时候，他没回重庆嘛，他爸他妈其实在重庆给他找了一份说是很稳定的工作，挺好啊。然后他当时没回去，所以我现在就认为你是不是觉得，包括你家里是不是在怪我？都是因为这女的你才留在天津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被我爸妈管，现在长大了成年了，我不习惯被他们管着了。他们现在给我找份工作回去就想一直管着我。他现在也烦我管他呀，我管他什么也不行。对啊，他现在就管得特别严，他手伸得太长了，吃饭还是穿衣服他都要把我管得特别严。就比如说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他就觉得啊那一天那个颜色不是他喜欢的，不是他幸运色，他就立刻马上就让我你脱了，把它换掉，不准穿这个颜色。你说你哪件衣服，你吃的哪一顿饭不是我掏的钱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话说的。对，本来就是嘛，本来就是。而且我当天我就觉得红色就不是我的幸运色，你换个衣服半分钟的事儿，有啥不能换的呀？换一下又怎么了嘛？说你呢，你衣服都是我买的啊！我想我自己出去工作自己买行吧？然后我出去找了一份工作，我找了一份篮球兼职教练的工作，他也给我搅黄了，他就觉得那个时间段跟他对不上。因为我周一到周五基本都要等那些小孩放学了我才去上课，然后周末他们也放假呗，从早上一直要上课上到晚上，因为我上课基本上到最后一节课就晚上8点。然后我上班的地方离家里特别远吧，就通勤时间都要1个多小时，他就把这时间卡特别死，他就会算我什么时间到地铁站，地铁坐多久到家，下地铁到家又要多久，晚的那个时间我就会被骂，就会轰炸。然后他就一直发短信，一直发消息，他会发很多吗？对，一直发，他就一直问你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在什么地方了，给我发个定位什么的。那我还有截图呢，我聊天记录都留着呢。来，我们看一下，8点整发的，你8点52才回下班了，罪过啊！当时因为为什么会晚那么一点时间给他回消息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别人的家长来问我，他说孩子上课什么情况，我不可能拿手机给他回消息，还要跟别人家长聊天，还要说孩子的情况吧。我这问个细节啊，女生，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发现他跟别的异性出去之前还是之后？之后，不然我根本都不会这样。你看后边那个视频通话也全部都是取消，就是他不接。因为我不想接，我觉得我当时在地铁上坐了，自己有自己的空间，我已经很自由，我不想让他每天就管我特别严，就哪怕我生活他也管我那边，穿衣服那就算了吧，那工作他每天还要限制我时间，我没有按时到家，他还不让我回家，他不让我进门了。他就把我关门吧，过了差不多10分钟之后啊，我就能进去我们俩又吵架，就吵了架之后，他就会又把我赶出去，就经常把我赶出去。来举个例子，什么情况下把你赶出去的，让你记忆最深、最受伤？受伤吗？先说。
被他赶出去，其实我也不受伤吧，我只是感觉有些时候被他赶出去，不听他唠叨的时候，我感觉挺自由的。哇，行，举一个例子，啥情况被赶出去了？我说一次吧，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他美名其曰说给我买个生日礼物，但是我当时贼生气，我看到那个生日礼物，我说你赶紧走，别在我这儿待着了，你赶紧走。对啊，他过生日，我给他买生日礼物，他为什么要赶我走？我犯什么错了呀？啥意思呀？你知道他给我买了啥吗？啥？他给我买个平板电脑。我当时生气的点是他那时候还在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呢。你自己说吧，这钱哪儿来的？平常就是他给我点吃的嘛，我想着就是说你把钱发给我，我自己点吧，然后啥的我都不吃，我饿着，我就把钱存下来。我想他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个礼物，结果他就把我赶出去，他就很生气，然后你给我买这个礼物干嘛呢？羊毛是不是出在羊身上？我这钱怎么花，我自己能做主。他这种行为在我眼里相当于做假账，相当于在公司做假账的是同一种行为。你既然能攒下来钱给我买这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攒下来其他钱用在其他地方、其他人身上了呢？不是，你俩都挺奇怪的，姑娘，人家把吃饭钱省下来给你买一平板儿，你本身就知道他没钱，是吧？你生气，小伙子也挺奇怪的，你受这份窝囊气，你自个儿倒是去工作呀。干了呀，他就想着我去，一定要找一个跟他时间线对得很上，就他上班的时候我也上班，他下班的时候我也下班，咱俩基本就同一时间能遇上。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便利店的工作，我想自己有一点自己的收入，挺好的呀。然后他就觉得那个工作不行，他就不让我干。那工作我为啥觉得不行？上一休一，那个时间就不是正常人工作的点儿，他会太累。我当时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我已经把饭喂到他嘴边了，他不去。啥工作呀？他给我介绍的工作就是去他的公司下面当实习生。我想的是，你来我这儿当实习生，你做什么错事儿了？无论干点什么了，有我教你，有我给你托底，对不对？你可拉倒吧，你哪儿像跟我托底呀？你完全就是想24小时把我看着。那我后来是不是还给你介绍别的了？那你给我介绍个别的，你介绍个保安的工作，让我也想着我可以去干呀，是个工作也行。结果面试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他那个朋友，我感觉又在你的监控范围之内了，我就不想干，我就不去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那些事儿和那些女的接触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触碰到我的原则了，不然我不会事事看他这么狠。但我跟我朋友他们出去打球吃饭玩，我要看他什么脸色，什么意见，他同不同意，他同意了我才能去。我觉得这就是正常的报备。那我还有聊天记录，看一下，就问的特别详细，几个人，哪个球场？那后来去了没有呀，姑娘？后面去了呀，去了。他还挺不听话的哈。对，我就算说的再严重，他说我管他管的再严重，他也没听。女生，你对这种亲密关系、情感关系的需求，你就是希望找一个能听你的，就是他有没有事业心，上不上进都不重要。其实不是这样的。本身呢，你跳出你们的关系，你本来是想找一个啥样的男生啊？我就想找一个，不是说我要求你多大富大贵，你只要但凡有个正常的工作，能干着，而且你自己也是有上进心的。比如说，不是说我在这会儿就躺平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而是我也要为了什么目标去奋斗。我现在看不到他这样，所以我想引领他这样。你来我们节目的诉求是啥？我来节目诉求就是我要分手，他就是出轨了，就是那生宝宝是吗？对。那你是来分手的呀？对，那你太简单了，把他赶出去，彻底别让他回来不就完了吗？他不跟我分啊！我不想分手啊，还是那句话，我分手不就承认我跟别人有关系吗？出轨了。果然是这样，一般某种饭是越吃越有味儿的。如果他改了，你给他打电话，他永远都接，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我不需要了。你确定哈？男生，我可以改，我也可以非常认真的去找一份他满意的工作。听懂了。所以你们俩诉求是一个要分手，一个不分手，继续好好在一起哈。来，那听听我们这对夫妻吧。这位丈夫啊，你觉得你和这个男孩谁更有骨气一点？我呗，我不吃他做的饭，你吃你妈的饭就有骨气我不用我不用我就你妈不会媳妇包养。嫌弃你呗，不会把你踹走呗？什么吃妈妈的饭吃一辈子，这事儿叫骨气是吗？我又不是吃一辈子。我跟你讲哦，啊这个世界上最柔软的饭菜就是妈妈做的，吃软饭吃到极致就是吃一辈子亲妈。我不感觉我是吃我妈做的饭。行吧，来，妻子说说。找对象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然我俩现在都是以后你的老路。我们俩跟你们俩可不一样，别拿你们俩的事儿跟我俩做对比。我们没有你那么多婆婆妈妈的事儿。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行吧，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啊。我直接谈我的观点，很明确，不合适。最终能不能分，我不敢下这个结论，这是你们俩之间事情。但我可以把我的观点跟你们说了，真的不合适。为什么呢？你看，你们第一点，你们从这个经济上的失衡，到心理上的失衡，再到情感上的失衡，最终形成了供养关系的失衡。4个失衡，
导致你们现在的不信任、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女士。所以你们现在这个事情啊，就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你这个爱情啊，它不是精准扶贫呀，它更不是阶段性的精准扶贫，它需要双向奔赴，共同努力啊，最终才能达到目的啊，才能生活下去。所以你们现在这种失衡、不安全、不信任，你解决不了。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我特别不同意一个观点，就是你都没有工作经验，你比如说你经常在家里打游戏，而你去创业，那个概率啊太小了，没有精力，没有经验，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又不发展客户，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体系，没有完整的合理的制度和机制，没有一个人才队伍，你就创业就不可能成功。第三点，这个女士那个钱投资钱啊，我可以告诉你要不回来了。我也没打算再要，对吧？你钱包括3种情况，第一是要么是赠与，要么是投资，要么是借贷。你这3种情况只有1种情况能要回来，就是借贷。借贷呢又具备2个法定要件，第一，双方有借贷的合意，我借给你，你要，这是合意；他要你借给他，这是合意。第二个是你有借款的事实，你们双方就没有借贷的合意，所以这个钱呢，要么是赠与给他了，要么投资就是自负盈亏了，肯定要不回来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啊，抱一点希望，如果你们确实不想分，不如回到重庆，你也回到重庆发展。你的形象很好呀，气质也很好呀，水平很高啊，我相信你在重庆找一份工作不难，而且太有了稳定的工作，这不就达到你的朝9晚5了吗？这是你们唯一的可能性了。如果这点做不到的话，立马就分，别再内耗了。控制不了就抛弃。他打篮球的时候就担心他外头有点什么事儿，他一旦真是独立了，自己去找工作了，自己去赚钱了，你就怕他真的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儿。其实老师，我并不是说控制不了我就离开他，我还有一点是，这种感觉让我自己也很内耗，我很难受，我也不想我变成这样。现在你这样，你也难受，我也难受，咱俩还在一块儿干什么？我天天在家想着我就不难受吗？我自己这样我自己都烦，这是真话。也就是说，我自己这样我自己都闹心。你要通过跟他分手，对，然后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对，那你就直说不喜欢不就完了吗？对，我。但是你不喜欢的又不是他，你不喜欢的是因为他导致我自己这状态。对，你不喜欢的又是自己的状态。对，我烦了。你们要分手呢，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为了正常，为了我的动作，我的心态不走形而分手也是个理由。我觉得你俩其实在我看来都是不懂得怎么去拥抱爱情或者亲密关系的幸福和美好的。你们可能心中的这种对亲密关系的烙印，它都是不安全的，或者都是会有痛苦的。先说男生啊，这男生说从小我父母就不管我，他其实内心深处从小是渴望有人管他的，所以他遇到这个比自己大6岁的女性，不嫌弃他刚毕业没有工作，给他钱，给他买衣服，给他一个小小的温暖的家，他是很渴望这种东西，因为他不曾拥有过。但遗憾的是，因为他从来未曾见过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他不会处理。女生也一样，女生也非常的不自洽。其实你是渴望一份真挚纯真的爱情的，但是这个真挚纯真背后，你又是想去管控的。你比如说，如果你真的选择了一个单纯的很白纸一样的人，他去忍饥挨饿攒下来的这份礼物，你应该是感动到流泪的。但是你是轻蔑的，你是看不起的，你也缺乏这个爱的能力，所以真的建议分手啊！其实都是2个不错的人，女孩挺好的，自己独立，对吧？自己应对社会，也不去嫌贫爱富，也没有说我要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攀权富贵，挺好的一个女生。男生也不错，阳光的，大学一毕业，我有勇气为了一个女生抛弃稳定的工作，2个好孩子，只是时机不对。希望我们都早些成长，去拥抱爱情吧。有经济独立，才有其他的独立。而且换一句话啊，你们的关系换个角度来讲，啊，咱就不说情侣关系，像是一种供养关系，或者说可以理解为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可能老板提供钱，保证你的基本生活，然后对你他是有要求的，希望你做到哪几点。那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这个关系就能继续；做不到，那你可以辞职啊。然后老板对你如果不抱有期待了，老板也可以选择不用你。但是现在的状态是，老板不想用你了，你还想继续，那这个时候就要做出一些对于关系的修正，因为你对他还是有需求的，
你希望你们的关系是可以在一起的。就是当他每次问你，你如果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耐心去跟他再说几遍之后，他后面安全感会多出很多。而且在后面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惯性，就是你可能会主动去做一些表达，不需要他再问你了。到那个时候，你看女方还有没有安全感？到那个时候，你看他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盯着你，非得摁着你去管着你？女方这儿呢想修正关系，这是你的想法和态度没错嘛，因为确实让你很内耗。但是我也知道，我们老师也都能看得出来，在这段感情当中，你确实也倾注了很多，包括他可能不在家来天津陪你，包括你去帮他去找工作、去协调等等。我相信你也是不希望这段关系就此结束的。那已经哭了。男方这儿要么达成他的需求，达成他的要求，像之前那样，要么尊重他的选择分开，或者要么你就真的从今天开始你就下定决心，我就不花你1分钱，我就好好找个工作，甚至说我搬出去住，我们2个人重新再来一遍，重新修正一次。包括你说你那5万块钱你不要了，你不要不行，你不要都不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赚钱，攒到这个钱我再还给你，我必须给你，哪怕这个钱你最后不要，我买成东西也必须给到你手里。哪怕你表达出这个态度，他分手的决定都会动摇，是不是女生？其实都会动摇。就现在今天在台上能不能给个态度？对啊，可以。就我以后可以决定自己好好去找一份工作，然后给你足够的安全感，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然后后面经济的原因，我自己也想自己经济独立起来，让你不为了我去那么辛苦。您有反馈吗？我想一想。这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西大，添加关注，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会获得我们粉丝的优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因为你付出是你对这段感情的投入，但是你想用什么来作为回报？你用的是控制。我不管他做过什么，但是你用了控制方法让他离你更近，让你能够了解他，或者说让你能够抓住他的心。但其实反了，到底是谁控制了谁？其实是他控制了你。因为你在情感上你是有一个动力。我从你的所作所为当中，我看到了婚姻情感对你何等重要。哪怕就是一次照相，一次合影，他没有跟你说，跟异性的合影没有跟你说，在我们看来好像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你却不可以接受。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来了，就是你内心对情感的高期待。这种期待这个男生他接不住。这其实与他经济独立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他如果经济不独立，反而就更应该在你身边，有这个理由哪儿都不去。但反而这说明了他现在经济不独立，使你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很容易被经济所诱惑，被外界所引导，因为他一点自己的主张都没有。这是你最害怕的。男生你说你去找一份让他满意的工作，那只能是一份差事。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份让自己兴奋，能够发挥自己特长，让自己喜爱的工作，你断然不会因为他而辞职。所以你要去追随一份在事业上自己喜爱的那件事儿，才真正能够证明你可以给他安全感，因为你可以给他了，你不是从他给的你的那点钱里头省出来再回报给他，没用，那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他给你10块钱，期望的是你给他再返5块钱的话，他说我白费了我的苦心，你压根就没有领会到我要在你身上得到什么。所以我建议你们俩现在未必要分开，但是一定要分开生活，分开工作，然后保持一种恋人的状态，拉开距离，再去看彼此是否值得托付。好，谢谢老师们。那我们2组嘉宾也回到正门之后想想老师给你们的建议，那究竟何去何从？看看你们的最后选择。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可以登录我们的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
更有机会连麦交流。接下来看看我们第一组夫妻啊，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耶，还拉着小手，呵呵，来吧。哎呀，这小伙子高兴的，毕竟是2年的新婚哈，达成什么一致了呢？以后我改，也不总带着他上我妈那吃饭，不啥都依赖我妈了。就尽量把自己的小家庭的日子过好，对，是吧？和妈妈稍微区分开，对，该孝顺时候孝顺，但是自己的日子自己过，是这意思吧？对，脱离我妈。那你能先答应一个事儿吗？以后媳妇儿做饭别挑三拣四，你要挑三拣四，你就跟着一起做，咱自己吃。可以。能努力吗？能。啊，妻子有啥说的吗？我以后也就是尽量改改我自己的脾气，控制控制，让我们俩以后这日子也是过好了，成长一点。好，希望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啊！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请亮灯，好好过日子啊！找到你们的磨合之道，咱们再说生孩子的事儿，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加油，拜拜。好，我们看看这对恋人哈，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来，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估计还得出来吧？出不来了，不出来了。还好说，女的很决绝。哦。哎呀，但是成长嘛，总是有一些代价的哈。我觉得也是彼此祝福一下对方吧，毕竟当初也是真挚的相爱过啊。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老公没离婚，但在婚外生子，他这是犯了重婚罪吗？夫妻一方存在婚外生子，不必然构成重婚罪。重婚罪呢有2种情形，一种是法律重婚，也就是自己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又与他人再次办理结婚登记。第二种是事实重婚，虽然呢与他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对外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并且呢周围人呢也认为他们之间是夫妻关系，比如对外宣称是夫妻，或者举办过婚礼等。所以婚外生子只能证明一方存在出轨的事实，但能否构成重婚罪，还要进一步看是否与他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或者以夫妻名义对外共同生活。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也谢谢我们5位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